我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个亲妹妹。你很年轻。看来这次客人发的火是比较大的，具体情况我还没有查清。从当时在场的服务员描述的经过看，客人跟潘玉龙已经动了手。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去安抚客人，安抚客人就涉及到潘玉龙怎么处理。马上安排对客人的安抚工作。至于对潘玉龙的处理嘛，我看还是要把事情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定。现在客人和潘玉龙的关系看来已经很对立了。如果这个时候客人要服务的话，谁上啊？你们认为应该谁上呢？无论谁上，潘玉龙肯定是不能上了。他本来就是实习生，论业务、论经验，他做替身管家本来就不够资格，而且已经出了好几次事儿了。前几天客人砸电视已经表示了不满。如果潘玉龙当时处理得好，客人总不至于砸电视吧？这次虽然还不清楚因为什么和客人发生了冲突，但冲突一再发生，总不能全是客人的责任吧？何况万城大酒店的宗旨就是客人永远是对的，如果再让他继续服务，恐怕还会有事情出。李总，你认为呢？看来人是非换不可了。至于换什么人，关键是要尽快和客人沟通。这样吧，你们尽快挑几个人来备选，客人那边我亲自出面。至于对潘玉龙的处理，还是要等到把事情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定。人我去选，你去通知潘玉龙先下岗。这事儿怎么处理，先不要跟他说太多。好的，我知道。Miss Kim. Miss Kim, we really apologized and the inconvenience and the bad feeling we brought to you. We are deeply sorry. Here is a list of all our qualified and experienced candidates. For you, new butler, please choose one or more from it. Where is Mr. Pan? Mr. Pang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other locations. He won't be your butler anymore. We have... Why? Why you change my butler? Miss Kim, you mean you still want to keep him? Yes, why not? His lack of experience. They are afraid that... No, his service is very good. I'm very satisfied. But you must make him to guarantee to obey my order. 服从命令那是应当的，贴身管家服从
客人的安排，那是贴身管家应尽的职责。那如果客人坚持要潘玉龙带他上小饭馆吃饭，潘玉龙去还是不去呢？如果客人坚持要贴身管家带他出去吃饭的话，我看可以出去，但是必须注意：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二，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饭店吃饭；第三，一定要和饭店保持联系。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要及时向饭店报告。好，那你马上给佟家岩打个电话，看佟家岩跟潘玉龙谈了没有？如果没有谈，就不用谈了。好。上次那个药的药效怎么样？你的背还疼吗？好像不疼了，不碰就不疼。那就是没伤着骨头。你呼吸的时候疼不疼？不疼了。那骨头没事儿。你这手腕也是软组织挫伤，骨头也应该没事儿。不过上回的那个药没有了，线条的话只能等明天了。那就用点松节油吧。你们在一线工作的人不是不让用松节油吗？不是怕客人闻着有味儿吗？我不怕了，我下岗了。下岗了？佟经理，李总，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愿意再当贴身管家了，我把道理都跟他讲了。他说宁愿回到俱乐部去当实习生，也不愿意再当贴身管家了。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贴身管家原来这么难当。我的心理素质还达不到这个要求。现在不是你有没有能力，而是这么多贴身管家，为什么非要选我？不是我选你，我也不想选你，但没办法，是客人选你。我们万城大酒店的宗旨就是让客人完全满意。既然客人选了你，我们也只好选你。潘玉龙，你在旅游学院学的就是酒店管理，你应该知道，酒店就像一艘轮船，船在航行的时候，就好比军队在作战，船长的命令如同军令，军令如山。所以我们干酒店就跟军人打仗一样，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面对客人的要求，永远不说不字。你可以不在万城大酒店干，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后无论加入全中国或者全世界任何一家5星饭店，到哪儿都是这个规矩。
你手上有什么呀？洗那么长时间？是松节油。你吃完饭啦？没有，待会要陪客人出去吃。哦，你是要陪客人出去吃土菜吗？你知道去哪儿吃吗？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师傅应该知道，待会有个司机送我们去。我知道有个地方，就在飞霞街快走到头的地方，路口有一家飞霞餐厅，那就是卖土菜的，而且特别干净。听说是个留学生开的，我想你们去那儿吃，应该不会吃坏肚子的。谢谢。不谢。Call a taxi, please. 出租车。
你还吃吗？服务员，你们这里有红茶吗？红茶没有，什么红茶？那结账吧。这房子坐北朝南，光线好。北边是宁山，南边是镜湖，风景还行吧。不过余城不比你们银海，你们银海是旅游胜地啊。这是厨房，这专门有做饭的厨师。你说这个屋怎么样？这床还可以吧？嗯。晚上你要冷的话，可以跟这儿的阿姨说，让她给你加被子。黄总和梁律师去哪儿了？我想见见他们。你说银海公司的黄总吧？对。他们有事没过来。你先在这儿住2天，等杜总忙完你父亲的丧事，可能你们杜家的人还有事要谈。嗯。先休息一会儿，一路上也累了。待会儿吃饭的时候，阿姨会上来叫你。我有事先走了。好。喂，阿龙，我以为你又没开机呢。你猜我现在在哪儿？我在上班呢，不方便。我现在在余城呢。回头打给你啊。阿姨，您知道银海的黄总在哪儿吗？我想找他。我不知道，我也不认得。那你知道梁律师在哪儿吗？谢谢。梁律师，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我现在应该可以看他的遗嘱了吧？杜总，对您的要求，我表示非常的抱歉，因为根据厉主任的意愿，这份遗嘱必须在所有受益人全部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公示宣读。这份遗嘱的受益人有您、您表叔、表婶和你舅舅，还有几十年来一直照顾你父亲生活起居的李阿姨，再就是你父亲非婚生女儿汤豆豆。只有他们全部在场的情况下，遗嘱的内容才能公布。这里是200万元现金，
这是一份条件优厚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这个合同规定，我们每年支付你30万元的个人酬金，有案子的时候，费用另算。法律顾问合同，杜总，我们事务所有正规的合同文本。至于价钱嘛，可是顾问的范围，我们共同商谈。不过30万元应该不算少，它应该包括很大的服务范围。这样吧，杜总，我代表事务所向你表示，这是给你个人签的合同，和你们事务所，我会另外签个常规的合同，就照你的合同样本。这里没有别人，梁律师，只有你和我。我们去庙上吧。今天太晚了，来不及了，要去明天再去吧。Hurry up！ 真的信佛吗？我们给庙里捐点钱吧。都捐吗？对。
施主，你的心是洁白无尘的，你的心性呢，需要清净。尘世的喧嚣会伤害到你，会伤害到你，你听得懂吗？我想要忠诚，我想要真实，我不想要虚伪，不想要欺骗。但是这个世界的虚伪和欺骗太多了，所以你才喜欢洁白的东西，你才喜欢雪。我可以得到吗？整个世界都可以虚伪，我只想得到一个对我好隐瞒，对我真情实意的人，可以吗？你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人吗？遇到过，他是我的父亲。除了你的父亲，你还遇到过这样的人吗？人生悲苦，就是所求不能。愿菩萨保佑你吧，阿弥陀佛。朱爱小姐，您捐的钱我都已经捐了，这是他们给您开的收据，你要不要 Please get away. Don't bother me, okay? 他是一个有佛缘的人，但是心火太盛，只有清净无忧，才能身心安定。
按照杜胜元先生立主时的要求，遗嘱必须受益人全部在场，才能公示宣读。遗嘱的受益人除李阿以外，都是杜胜元先生的血亲和姻亲。现在人都到齐了，我宣读杜胜元先生的遗嘱。我生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家庭，明年2月就要满70岁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熬过今年，一切听从天命。回顾总结我70岁人生道路，我自认为能力不强，但肯于吃苦，命运艰难，但与人为善，数10年奋斗，把盛源公司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总算留给儿孙一点财富，总算可以弥补我对我的孩子和我的亡妻的愧疚和不安。我希望我的儿子杜耀杰能够在我之后，使盛源公司有更加全面的发展，更加辉煌的成就。我相信我的儿子有能力实现我的理想，让盛源的事业鼎盛于千秋万代。关于我的财产，包括我在盛源集团拥有的权利，特做如下分配：一，我的表兄和表嫂，是我一生中与我相处最好，也是我现在唯一的族亲。他们生活简朴，不求奢华。我从我个人存款中拿出200万元给他们养老。二，虽然我在我的妻子去世以后，已经对他的家人做出了安排，他的父母也已经过世，但他的弟弟多年来和我感情亲密，所以我向我的妻弟赠予100万元，聊补生活之缺。三，李阿姨从我12岁时就来我家，一直照顾我长大成人，一直照顾我走完一生，我由衷地感谢她。在我的遗产中赠送100万元给李阿姨，供她安度晚年。四，我的非婚生女儿虽然因我的偶然错误而出生，但也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好在她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立。我在我的遗产中分给她50万元，资助她学业有成。除上述分配之外，我的全部财产和在盛源集团及相关企业和机构中的职务，均由我的儿子杜耀杰继承。我衷心地希望，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的亲人和朋友，能够在一如既往支持耀杰，把盛源公司继续发展壮大，让它屹立于中国民族企业之林，并走向世界。我为此而在九泉之下感谢你们。杜盛源，2005年12月15日。遗嘱宣读完了。我从来没有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个亲妹妹。你很年轻，希望你好运。谢谢。能继续为盛源集团服务，非常荣幸。你是郑兰的女儿吗？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漂亮。这是你妈妈弹过的琴。这台钢琴放在这儿有20多年了，旧了，调子都不准了。可杜老板一直不让搬走。他有时还会弹几下，其实他不会弹曲子。他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你会弹琴吗？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